你有没有发现，家里总有一个人怎么劝都劝不动，哪怕他吃尽了苦头，走遍了弯路，到了晚年脾气还是又臭又硬，你讲什么道理他一句都听不进去。到了我们这个岁数，你一定深有体会，看着老伴固执己见，或者看着身边的亲人在同一个坑里跌倒无数次，心里真是又气又急。我们总以为岁月能让人顿悟，其实岁月往往只在脸上留下皱纹，根本洗不掉骨子里的执念。这其实不是性格不好，更不是命坏，而是他的灵魂还卡在那门没及格的功课里。今天我们就用佛法里最透彻的智慧，带你看懂这背后藏着的4种灵魂面貌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不仅能瞬间释怀那些让你咬牙切齿的人，不再苦苦想着去改变他，我还会教你4个不花1分钱的方法，帮你解开业力的结，让自己的灵魂越活越通透。佛法里讲得很清楚，一个人这辈子是什么样子，不是这辈子才开始的。你的灵魂在投身到这个世间之前，已经来来去去很多次了，每一次来都不是白来的，是带着上辈子没学完的功课，带着积累的业力，再来这里继续学。你要晓得，业力这东西听起来好像很遥远，其实一点都不神秘。你这辈子的性格，你的脾气，你一生遇到的那些事，还有你跟某些人说不清楚的缘分，全部都是业力在运作。你做过的事，动过的念头，从来没有消失过，都在那里静静地等着你。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，就像小孩子念书，你1年级的功课没过关，就升不了2年级，你急没有用，别人替你急也没有用。很多人吃苦，只吃在了表面，没有吃进灵魂里，所以同样的跟头，换个地方继续摔。佛家常说，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沉重，但你要是把它当成灵魂的成绩单，就豁然开朗了。业力就是你生生世世的习惯和念头的总和，这就像一颗种子，种在心田里，遇到阳光雨露，它就会发芽。你前世种下了恐惧的种子，这辈子遇到事情，第一反应就是躲。你前世种下了控制的种子，这辈子遇到人，第一反应就是抓。这跟你口袋里有多少钱，读过多少书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现在咱们就来深谈这4种灵魂的面貌。你认识的人里头，你的老伴，你的儿女，你身边的老朋友，还有你自己，通通都在这里面。先来说说灵魂走得最浅的那一层。我跟你讲，这一类人是这个世上最多的。你随便走出去，10个人里头，少说有5、6个是这个样子。我叫他们懵懂魂，这绝对不是嘲笑他们，这个名字就是他们最真实的状态，活了大半辈子，依旧懵懵懂懂的。这不是他们不努力，是灵魂还没开窍。懵懂魂这颗灵魂，有一样东西是从骨子里带来的，就是一个字，怕。怕什么？什么都怕。怕变化，怕陌生，怕跟人家不一样，更怕旁人说闲话。子女孝顺，想给他换个好点的住处，他不愿意，说住惯了，叫他是个新东西，他连连摇头，说我这样挺好。你跟他讲道理，不管讲多少，他就是那几句话。算了吧，别折腾了，你们懂什么？很多做子女的会生气，觉得老人家固执，但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性格问题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业力的问题。这颗灵魂在轮回里走的时间还不长，对这个世界的陌生感还没散去，就好像一个孩子刚学走路，你叫他跑，他跑不了，腿脚还没稳呢。不是他不肯，
是还没到那一步，所以这种人，你讲什么大道理给他听都是白讲。不是他故意跟你作对，是他的灵魂就在那个阶段够不到你说的那些东西。懵懂魂怕到一定程度，就会变成另一种行为，叫做跟。因为怕，所以没有自己的判断，什么事都要看别人的脸色，谁说什么就信什么，谁有权威那就听谁的。前几年有位太太跟我抱怨，说她婆婆80多岁了，平时子孙的话一句都不听，偏偏电视上说什么她全信。人家说这个保健品好，她要买；人家说那个偏方能养生，她照做，花了不少冤枉钱。子女劝了好几次，她不但不听，还说你们懂什么？电视上都讲了。这位太太很委屈，觉得婆婆不信任自家人。我跟她说，不是不信你们，是她这颗灵魂还没长出自己的眼睛，只能借别人的眼睛来看世界。只要有一个权威站在那里，哪怕是电视里不相干的人，她心里就觉得有底了，就安心了。你去街头巷尾的传统市场走一圈，或者去公园看看那些晨间做操、练气功的老人家，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懵懂魂最真实的群体模样。他们聚在一起闲话家常，聊哪摊的菜便宜，聊谁家的孙子考上了好学校。但只要一触及到生老病死，或者家里真正难解的婆媳问题，他们就会立刻打住，叹口气说一句都是命了，然后赶紧聊回哪里的鸡蛋打折。他们不敢往深处想。这种根还体现在每天的手机群组里，只要有一个人传了哪种草药能治百病，哪种偏方能延年益寿，群里的老人家就会争相转发，深信不疑。他们在群组里互相取暖，仿佛只要跟着大家做，病痛就不会找上门，无常就会绕道而行。他们不知道，这种不敢直面无常的恐惧，其实就是佛法里说的无明。无明就是没有光，看不见真相，只能在黑暗里互相抓着彼此的衣角，瑟瑟发抖。你有没有好好想过，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？哪段日子做什么事之前，都要先看看别人怎么讲，心里没底，非要有人点个头才能定下来。懵懂魂最让家人无奈的，还不是这个怕，而是一种无声的逃避。你有没有试过想跟家里的老人家谈一件重要的事，比如他的身体状况，将来的养老怎么安排，或者家里某件棘手的事怎么处理？话还没说完，他就把话题绕开了。行了行了，不说这个，晚点再讲。要么就直接起身去做别的事，好像没听见一样。不是他不知道那件事重要，是他根本不敢面对。懵懂魂最怕的是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事，是那些要自己做决定的事。一旦要自己决定，万一错了怎么办？万一被人说怎么办？他们宁可逃，宁可拖，也绝对不踏进那个让他不确定的地方。你要晓得，对待这种人，你不能逼急了，他会乱，会躲，话越说越僵。你要做的是给他一个他能接受的方向，温和地引着他走，不要叫他做选择，因为选择对懵懂魂来说是一种真实的折磨。除此之外，我告诉你，懵懂魂活着最重的担子，不是穷，也不是苦，而是面子。这个面子对他们来说不是虚荣，是命根子。可以穷，可以苦，但绝对不能让人看不起，不能让人说闲话。为了这张脸，他们可以一辈子吃亏，一辈子委屈自己。女儿嫁了个不好的人，明知道不对，也不吭声，怕人家说家教不好。儿子在外头惹了事，第一反应不是想怎么解决，而是先想怎么瞒住，怎么挡住别人的眼睛。自己身体不舒服，
不肯去看医生，连说没事没事，小毛病，其实是怕子女知道了，嫌自己老了没用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觉？心里头明明难受的要命，嘴上却死撑着说没事，就是不肯让人看见那个软弱的自己。这就是懵懂魂最深的那道枷锁，一辈子活给别人看，不是活给自己的。最在乎的不是我到底想要什么，而是别人怎么看我。等到了晚年，子女各自有了家，老朋友一个个走了，热闹散尽，才忽然发现这辈子到底想要什么，竟然从来没想清楚过。这个时候心里头那种空落落的感觉是什么？佛法讲，那叫灵魂在交这辈子的学费。我说这些不是要批评谁，懵懂魂不是坏人，他们只是业还没受够，功课还没做完。你身边要是有这样的老人，你劝不动他，不用急，也不用怨，你能做的就是在一旁陪着，帮他少受一点苦，这就够了。但我也要提醒你一件事，懵懂魂不只存在于别人身上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你自己身上有没有某一块地方还是懵懂的？有没有某些事你还是不敢面对，还是要靠别人的眼光来给自己定位，还是在为了面子牺牲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？灵魂的成长不是整个人一下子跳到另一个等级的，是一块一块的化解。今天这一块化了，明天那一块可能还是懵懂的，所以自己要有数，哪里还怕，哪里还在盲目的跟，哪里还在为了面子委屈自己，那个地方就是你这辈子还欠的功课。懵懂魂的苦大多数是不必要的，但他们不知道，因为灵魂的火候还没到，懵懂魂还不是最让人头疼的。接下来这一种从懵懂里走出来了，他们不怕了，眼界开了，胆子也大了，但方向却走错了。他们把全副的力气都用来争地位，争控制，争最后一口气，争到最后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。我叫他们争命魂，这不是骂他们，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在拼了命的争，直到争到最后才发现最亏的那个人是自己。在争命魂的世界里，只有两种人，赢的和输的，但他们不肯认输，也不愿意输，一旦感觉被人压了一头，就坐立不安，非要找回来不可。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？跟别人吵架，明明已经占了理，还要再踩一脚；跟子女起了冲突，明明知道自己有点过分，嘴上就是不肯认。在家里头，什么事都要他说了算，否则就是不尊重他。我告诉你，真命魂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们坏，是他们分不清一件事，力量跟权力不是一回事。他们以为谁说了算，谁就有力量，控制住了老伴，控制住了子女，控制住了下属，就是有本事，就是赢。但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控制出来的，你越控制，别人越憋屈，憋屈久了，总有一天要炸，要逃，要远离你。你以为自己赢了，其实你一直在输，只是你不知道，或者知道了也不肯承认。真命魂还有一面更难缠的，是这颗灵魂内心深处的撕裂。他们往往是两张脸的人。这里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。林阿姨退休前是医院里受人敬重的护理长，在医院里，她是大家都称赞充满大爱的白衣天使，说话温柔，对病患极好，台面上道德标准高得很。但一回到家，她却是个绝对的控制狂，大到儿女选科系，跟谁结婚，小到媳妇给孙子买什么牌子的奶粉，客厅沙发的摆放位置，全部都要按他的标准来。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：
我是为你们好。我在医院见过的生老病死比你们多，听我的准没错。表面上看，她是个顾家、有担当的好母亲，但实际上，她是用爱和过来人的姿态在绑架全家人。儿子不服气，跟他讲了2句，他就拍桌子，细数自己为了这个家牺牲了多少，吃了多少苦。这就是真命魂的撕裂。他们隐隐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但控制的欲望跑在良知前面，表面维持着好人的形象，私底下却毫无知觉地压榨着亲人的空间。咱们来把林阿姨的日子看得更仔细些。林阿姨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，给所有的亲友群组发一张配着莲花的早安图，祝大家平安喜乐。如果到了中午，儿子没有回复哪怕一个贴图，他心里那股无名火就开始往上窜，非得打个电话过去质问，你是连回个讯息的时间都没有吗？他去逛有机超市，精挑细选最贵的食材，在厨房里守着瓦斯炉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，然后不打一声招呼，提着焖烧锅就冲到女儿家。一进门，看到客厅玩具散落一地，他放下汤就开始念，你看看你这家乱成什么样，我教你的规矩都忘光了吗？我熬这锅汤有多辛苦你知道吗？林阿姨觉得自己是这个家里的活菩萨，燃烧自己照亮子女，但在子女眼里，这份爱太沉重了，沉重到让人喘不过气。佛法里把这个叫做我执，表面上是为了别人好，骨子里全是我的标准，我的付出，我的委屈。林阿姨也会念佛号，也会抄经，但她把那些经文变成了丈量家人的尺。她越是付出，业力的网就收得越紧。她把爱当成了筹码，企图换取子女的绝对顺从。但感情这种东西，哪里是靠筹码能换来的？林阿姨50多岁那几年，走路带风，讲话声音大，见谁都是一副家里我说了算的样子。那个时候，你跟她讲任何道理，她都听不进去，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是对的了，是赢的那一个。然后事情来了，一件接着一件。儿子为了逃避她，主动申请外派到国外，几年才回来一次，逢年过节也只剩简短的电话。女儿嫁人后极少回娘家，连孙子都不太愿意带回来看她。60多岁的林阿姨一个人守着那一尘不染、极度讲究的大房子，心里充满了愤懑与委屈。她不明白，自己为这个家付出了一切，为什么最后却落得无人陪伴的下场？佛法讲得很清楚，你造的业1分都不会少。林阿姨这辈子以爱为名压制家人，积下来的业就是把身边的人一个一个都推远了。那些她以为是赢的事，每一件背后都在透支着家人的爱。真命魂受的苦，最深最难消化的不是失去钱，也不是失去地位，而是失去人。那些他们以为牢牢控制在手里的人，一个一个都走了，到了最后才发现自己根本什么都没留住。我对这种人心里是有悲悯的。你仔细想想，真命魂这辈子其实很辛苦，他们不是不想好，是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。他们聪明能干，但所有的聪明全部用到外头去了，用来看别人，用来算计，用来争，就是没有用来看过自己一眼，自己心里头是什么样子，从来没有认真照过一照。所以他们老了，会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茫然，坐在那里，眼神里有股焦虑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还没拿到，还没赢完，争了一辈子，还是停不下来。懵懂魂受的是怕的苦，尚且能忍；真命魂受的是失去的苦，是一辈子拼命抓，最后发现抓在手里的都是沙，这个苦才真叫痛彻心扉，
而灵魂就是在这样的痛里，一点一点地开始动摇了，开始想，我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？我一辈子争的这些，是不是根本不是我真正要的？这个念头一起，灵魂就开始往下一个人地方走了。当灵魂在失去的痛里开始动摇，开始问我这辈子到底在争什么的时候，他就走向了下一个阶段。下一种灵魂是那种第一次开始往自己心里看的人，他开始问为什么了。懵懂魂是不敢问，真命魂是懒得问，只顾着争。而到了这一层，灵魂好像忽然长出了眼睛，开始往里看，开始问那些以前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的问题。这一生到底值不值得？我追了这辈子，拿到了。然后呢？那些所谓的对和错，我到底还在不在意？我叫他们开窍魂，这不是说他们比别人聪明，而是这颗灵魂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眼睛。这种灵魂在生活里大概有两种面貌。第一种是心里头有一把尺的人，这把尺量的不是钱，也不是地位，而是公平，是对不对？他们看见弱小的人受委屈，心里头就坐不住，总想替人说句话。看见有人仗势欺人，他们憋得难受，非要出声。在家里头，他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不讲理。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就有这样的人，或者你自己就是这样？年纪越大，对那些不公平的事反而越是看不惯。以前年轻时为了生活能忍的，现在反而忍不了了。第二种是感受力特别强的人，别人的一句话、一个眼神、一件旁人根本没留意的小事，能让他们想很多，感受很多。别人早忘了的无心之语，他们还记得，还在心里头转。别人觉得无所谓的事，他们觉得要紧。这绝对不是软弱，而是这颗灵魂触碰得到的东西比旁人深太多了。这两种面貌，一个往外看着公平，一个往里感受着细节，本质却是一样的。这颗灵魂开始认真的活了，不再只是盲目的跟，不再只是拼命的争。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，有了真正的喜怒哀乐。但我要跟你讲，开窍魂有一个最大的陷阱，今天非讲清楚不可。有些人问了大半辈子为什么，但问的方向是往外的。为什么这个世道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那种自私的人可以过得这么好？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，受了这么多苦，到现在还没有人来补偿我？你知道吗？越这样问，人就会越愤世嫉俗，越觉得这个世界欠了自己，越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，活得越苦，脸上越是刻满了受尽委屈的表情。这就是走偏了。真正开窍的灵魂是把那个为什么转个方向，往自己身上问，我这辈子到底活出了什么？我受的那些苦，我从里头学到了什么？我这颗心还有哪里是死的，哪里还没打开？你静下心来仔细品品，这两个问法差了有多远？往外要，永远要不够，因为外头的世界永远不会完全按照你的期望来，只有往里挖，才是灵魂在做它真正该做的事。你有没有到了某个年纪，忽然觉得以前拼命要的那些东西拿到了，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？你有没有哪一天坐在那里，忽然问自己，我这辈子到底活明白了没有？如果你有过这个感觉，那么恭喜你，你的灵魂已经在开窍的路上了。但在家里头，开窍魂往往让子女又爱又头疼。顺心的时候，他们是最细心体贴的长辈，能看见别人的感受，特别体谅人。可一旦触碰到那把公平的尺，或者心里那根敏感的弦，
他们会非常难过，非常执着，怎么拉都拉不回来。子女常劝，这事真的不要紧，你何必这样气自己？但他们就是说不清楚，心里那个坎就是过不去。这里头有个很深的东西。前些年有位老先生跟我说，他儿子在外人面前对他说两句不太礼貌的话。事情过去大半年了，他还在心里头转，越想越难过。我听完跟他说，老先生，你伤的其实不是面子，你伤的是你这辈子对父子情分的那份深切期待。就说那位因为儿子一句话而受伤的老先生吧，他现在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？他白天可能会去当志工，或者在社区的活动中心帮忙。他对外人都极度温和，极度宽容。可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，床头的念佛机轻轻拨着梵音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里一遍遍地问佛菩萨，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，对这个家尽心尽力，为什么我养大的儿子要用那种鄙夷的语气跟我说话？眼泪就顺着眼角流下来。他读过《金刚经》，知道经上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他也常常劝老朋友要放下，可是道理他都懂，一遇到自己身上那根名为亲情的弦，他就全乱了。这就是开窍魂最真实的挣扎。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修行的门槛，看见了灵魂的光亮，但另一只脚还死死踩在红尘的烂泥里，拔不出来。这种看透却放不下的撕裂感，比什么都不知道还要折磨人。因为懵懂的人挨打只知道痛，而开窍的人挨打还要问这鞭子为什么落在我身上。这就是开窍魂的软肋。他们最受伤的地方都在他们最在乎的关系上，最在乎的意义上。这也是他们的功课。学会把期待放在该放的地方，不要把所有人生意义的重量都压在别人身上。佛法里有个词叫反观内照，就是把眼光从外头收回来，像一盏灯一样，静静地照在自己身上。开窍魂这颗灵魂正站在这扇门口，走进去，把期待收回来，就是真正的修行，就是开始解脱。走不进去，停在门口，就是一辈子明白了很多道理，但放下的太少，活得比谁都累。你要晓得，开窍魂是这4种灵魂里头活得最累的一种。懵懂魂不知道自己累，真命魂把累当成了兴奋，而开窍魂是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累，却还放不下，心里头什么都明白，就是迈不过去那个坎。但这段难走的路是必须走的，不走这一段，痛够了，累透了，就到不了灵魂的下一层。灵魂走过了懵懂的怕，真命的痛，开窍的累，走到最后那一层会是什么样子？我来跟你讲，说出来你可能意外，走到最后这一层的人，看起来反而是最没用的一种人。他们不争了，不证明了，名声地位财富在他们眼里真的淡了。这不是咬着牙装出来的淡定，而是真的不在乎了，就好像放下了那个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那么自然，那么轻松。我叫他们归家魂。这颗灵魂正在回家的路上，快到家了。你身边有没有这种老人？你怎么说他，他都不动气，给他什么，他高兴，但绝不执着；不给他，他也不失落。跟他在一起，你莫名其妙地觉得很安心，心里头那些争，那些怕，在他面前忽然好像都没那么要紧了。但这里头有件事我要跟你讲清楚，归家魂的不争跟认命完全不是一回事。认命是心里还在乎，但觉得自己争不过了，才无奈收了手。那种人的心里头还有怨气，
还有不甘心，坐在那里，眼神里有一种暗沉沉的东西。但归家魂是真的不在乎了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没有怨，没有恨，就是平静。你靠近它，就像靠近一块稳当当的石头，你自己的心也跟着稳了。你要晓得，归家魂不是没能力拥有，而是真的不需要了。这个不需要，不是强迫自己的，是灵魂走了那么多辈子，业力轻了，心念轻了，自然就是那个样子。求也求不来，装也装不像。唐代有一位传奇的修行者叫庞蕴，大家都尊称他为庞大老爷。庞大老爷原本是个富商，家财万贯，日子过得极其奢华，但他后来接触了佛法，真正领悟了灵魂的道理后，做了一件让当时所有人都看傻了眼的事。他没有把这些财产留给子孙，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捐给寺庙去换取名声。他把家里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装在一艘大船上，亲自开到洞庭湖的江心，然后凿了个洞，把这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通通沉入江底。旁人笑他疯了，问他：你就算不要这些钱，怎么不拿去救济穷人呢？还能积点功德啊？庞大老爷却笑着说：世人为了财富争夺不休，造下了无数的业障。我既然已经看透了这些金银就是烦恼的根源，怎么还能把烦恼再丢给别人呢？从那之后，庞大老爷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，从豪宅搬进了茅草屋。一家人靠着在街头编织竹篓子，换取微薄的米粮度日。可是这一家人却过得比谁都快乐，比谁都自在。他的女儿林兆甚至比他还要通透。最后，这一家人在笑谈之间生死自由，潇洒地离开了这个世间。这就是归家魂的极致样子，不是最耀眼的，但是最安稳的；不是最热闹的，但是最自在的。他们把这一切用在了最安静、最不显眼的生活里，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做更大的事，是因为灵魂走到那一步，自然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做的事。庞大老爷的故事听起来很传奇，但在咱们现实生活里，你只要用心观察，也能找到归家魂的影子。你可能会在社区楼下的榕树旁，或者传统市场最不起眼的角落，看到这样的老人家，他们穿着洗得发白发旧的衣服，手里捧着一个用了10几年的不锈钢保温杯，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熙来攘往的人群。旁人都在为了多赚几块钱争得面红耳赤，他们却只是看着，嘴角带着一抹温和的笑意。你走过去跟他搭话，他不会跟你抱怨物价上涨，也不会炫耀儿女每个月给多少孝亲费。他跟你聊的都是风花雪月，是今天的天气真好，是那边的野猫又生了小猫。在他们身上，你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我慢与贪嗔痴，他们就像是把内心的财富也像庞大老爷那样，早就全数沉进了时光的江底。红尘里的繁华与喧嚣，再也惊动不了他们那颗如如不动的心。他们活着，对旁边的人来说，就像一盏长明灯，不闹不争，就是在那里静静地亮着，让人觉得安心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？在生命的某一刻，忽然觉得有些东西真的不重要了，放下了，心里头反而轻了，透了，那就是你的灵魂在往家走的感觉。好了，讲了这4种灵魂的面貌，接下来咱们要讲一件最关键的事。为什么有些人受了一辈子苦，灵魂还是在原地打转？答案就在这里，受苦不等于进化。你要晓得，这2件事差了10万8千里。一个人吃了苦，但他把全部力气都放到了外头，觉得都是别人害的，都是命不好，
每天等着别人来道歉，等着老天来补偿，这样的苦吃得再多也没用，因为那门功课他根本没有摸到门口，下辈子还得来，还得重受一遍。但换一种人，苦来了。他往里看了一眼，这件事怎么来的？我自己这颗心在哪里出了问题？这件事到底想教我什么？这样的苦才是真正的学费。每交一分，灵魂就往前挪一步，学费绝对不白交。但前提是你得把那笔痛花在自己身上。2000多年前，有一个人，他受的苦是那个年代男人所能遭受的最深的羞辱。那个人叫司马迁，汉朝的太史令。他一辈子的心愿是把几千年的历史写成一部大书留给后世。书写到一半出了事，为了替战败的将军说几句公道话，他触怒了汉武帝，被判了宫刑。在那个年代受了这种刑罚，你虽然活着，但在所有人的眼里，你已经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了。他选了活着，不是因为贪生怕死，是因为他的书还没有写完。他后来给朋友写信，把那段岁月讲出来了。他说，每当想到那件事，冷汗就从背上冒出来，把衣服都湿透了，出门不知道要去哪里，回家又好像丢了什么，心里头一日之内不知道翻搅了多少遍。那个羞，那个痛，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，但他还是提起了笔，继续写。就这样，忍着羞辱，忍着旁人的眼光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。130篇，几十万字，写完了，那就是《史记》。后人称之为史家之绝唱，是一个被剥夺了尊严的人，把那段苦全部练成了笔下的洞见，练成了那些别人写不出来的血肉。他的苦没有白受，是因为他把那个苦往深处用了，没有让它烂在怨恨里。你有没有在自己的一生里也有过这样的时刻？一件特别难过的事，当时觉得过不去了，但回头看，那件事让你明白了一些道理，长出了以前没有的智慧。要是那件事不来，你一辈子都看不见，那就是苦难在交学费。只要你当时往里看了一眼，那笔学费就没有白交。到了咱们这把年纪，经历过的事，受过的苦已经不少了。现在问自己，那些苦我有没有往里看过？那些让我最难受的事，我有没有认真问过他想教我什么？想清楚这一点，就已经比很多人走得远了。接下来我教你4件事，你照着做，1分钱不花，但每做一件，灵魂就往家走近一步。第一，嘴上干净，不说人家的坏话，不在背后议论人，不传闲话。佛法叫戒口业，业力最轻的人，往往是最沉得住气，最少说人是非的人。第二，遇事往里找，遇到让你烦心的事，先不要想是谁害了你，先问自己，我这颗心执着在哪里？往里找1秒钟，比往外怨1年管用得多。第三，帮了人，转身就忘，不留名，不等回报，不在心里记一笔。这一条是在训练咱们那颗不需要证明的心。功德自然是真实存在的。第四，睡前一念回向，每天睡前在心里起一个念头，愿我今天做的好事，发的善念，回向给我的家人，回向给所有需要的人。就这一句，念头是有能量的，善的念头不会消失，它会去到该去的地方。这道理很简单，你种什么因，结什么果，1分都不差。今天这些话不只是给你一个人听的，你身边有没有那个人还在懵懂里怕东怕西的，还在真命里停不下来的，开了窍却绕不出去的？那个人也许正需要有人帮他推一把。
你可以把今天这支影片传给他看一看，不是凑热闹，是真的在帮他。你的一句提醒可能让他少走一段弯路，少造一场业，少让家里出一道裂缝。你帮了他，就是在帮他的家，也是在为你自己积福。这份功德一分不少。你要晓得，善的念头是有磁场的。你写下一句祈福的话，那个念头就会流动，最后还是回到你和你的家人身上。一个人的善念是一盏灯，千万个人同时发出善念，那就是一片光，照得到你，照得到你的孩子，照得到你的家。现在，请你在留言区留下一句话，就写愿我灵魂一世比一世通透，或者愿家宅平安，业力消解。文字有力量，你写下来的都会成真。相识便是一场善缘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番话让你的心里头多了一份平静，或是解开了某个陈年的结，诚挚地邀请你动动手指，给这支影片按个赞，并点击关注我们的频道。你的每一次停留与分享，都是在让这份温暖的磁场传递得更远。愿我们在这条修心的路上结伴同行，越走越通透。感谢你的聆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